在日本，有一位传奇企业家，被尊称为经营之圣。为什么称他是经营之圣呢？在商界有一个衡量企业强弱的顶尖榜单，叫世界500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商业界的奥运金牌榜。全球成千上万家公司，只有最顶尖最优秀的500个才能入选。绝大多数企业家花一辈子心血，连榜单的边儿都摸不着，而他白手起家，创办了2家世界500强企业。更神的是，就在他退休了10几年，快80岁的时候，又被日本政府请出山，接手了当时已经宣布破产、负债高达2万亿日元的日本航空公司。结果，这个不懂航空的老人家只用了不到2年，就让日航起死回生，扭亏为盈，重新上市，创造了世界商业史上的奇迹。他的名字叫稻盛和夫。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经营之圣背后的故事。很多人知道稻盛和夫很厉害，有人认为他是个天才，却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是在一次次失败和打击中走过来的。稻盛和夫出生在日本鹿儿岛的一个普通家庭，从小就想靠读书改变命运，结果初中升学考试就落榜了，刚想复读，没过多久竟然又得了肺结核。你要知道啊，在那个年代，肺结核几乎就是绝症。稻盛和夫的二叔就得过这个病，稻盛和夫亲眼看着二叔吐血消瘦，一点点走向死亡。可偏偏全家最怕被传染的他还是中招了。更惨的是，病还没好，他家的房子又被一把火烧成了废墟。这一年，稻盛和夫只有13岁，家没了，身体垮了，前途渺茫。后来他好不容易熬过病痛，准备考大学，结果第一志愿又落榜了，最后只进了一所地方大学。毕业之后又碰上经济大萧条，一次次找工作，一次次被拒绝，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甚至认真考虑过要不要去投奔黑社会。再后来靠老师托关系，他才勉强进了一家公司。那是一家生产工业陶瓷零件的小型家族企业，在京都。稻盛和夫进去一看，更绝望了。公司经营不善，濒临倒闭，他上班第1个月工资就被拖欠了。旁边店铺的老板甚至同情地看着他说：“你怎么跑到这种公司来了？待在这里连老婆都娶不上。”跟他一起入职的大学同学满腹牢骚，不到1年几乎全跑光了。稻盛和夫当然也想走，他好不容易考上了日本自卫队的干部培养学校，终于有机会换条路了。入学需要户口复印件，他就写信让老家哥哥寄过来，结果文件迟迟没到，就这么错过了入学时间。后来他才知道是哥哥故意没寄，哥哥骂他：“家里省吃俭用供你读大学，老师好不容易帮你介绍工作，结果不到半年你就要辞职，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那一年，稻盛和夫23岁，穷，没前途，待在一家快倒闭的烂公司，自己的退路也被堵死了。你说走到这一步的人最容易做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抱怨，抱怨环境，抱怨运气，抱怨自己的命不好。但稻盛和夫明白，这样的人生不会往前走半步。他想起自己得肺结核的时候，也曾绝望到极点。那时候他读到佛经里面的一句话，叫
一切唯心所造。他那时候特别怕被传染，总是捏紧鼻子跑过二叔的房门口。可家里最怕被传染的他，偏偏被传染了。反倒是他的父亲，明知道可能会被感染，却义无反顾去照顾亲人，最后安然无恙。稻盛和夫慢慢就理解了一切唯心所造。他明白，你越是恐惧，越是逃避，灾难就越爱找你。与其抱怨，不如坦然面对，全力以赴。当时他的公司接到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做出一种极其精密的陶瓷零件。这个订单要求极高，陶瓷不能变形，不能有偏差，颜色还必须均匀。可是团队每次把陶瓷模具放进炉子加热，温度升到需要的高度，陶瓷就开始变形，像烤鱿鱼一样，这边翘一点，那边翘一点，怎么弄都不平。团队一次次失败，大家都觉得这东西根本做不出来。可稻盛和夫不肯放弃，他干了一件很夸张的事，他把家里锅碗瓢盆都搬进了实验室，直接住在公司了。不是比喻啊，是真的搬进去住。那段时间他就住在实验室里，没日没夜的做实验。他把床搬到了炉子旁边，炉子里面是1400多度，他就在旁边守着，白天做实验，晚上趴在观察孔边上，一遍又一遍的看，到底是从哪一刻开始出问题。他手里没什么钱，却还是咬着牙订昂贵的英文期刊，拼命啃专业书，不断学习试验。他说，每次看着炉子里的陶瓷一点点变形，他都急得恨不得直接用手把它压平。正是这个想压平它的强烈念头，让他灵光一现，如果找一种耐高温的材料压在上面不就行了吗？他去试，结果还真成了。很多人后来问稻盛和夫，这是不是天才的灵感？他说不是，是人真的极度渴望找到答案，答案就会自己冒出来。稻盛和夫把这种状态叫做工作现场有神灵，意思是当你投入到了极点，老天爷都会出手相助，把答案悄悄告诉你。这也成了他一生最核心的信念之一。正是靠着这股努力，稻盛和夫在公司里慢慢做出了成绩。原本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安心把技术做下去，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各种变化接连出现，让他越来越没办法专心搞研发。1958年年底，他决定离开了。稻盛和夫一提辞职，原来跟着他的几个人也动了心。大家都知道稻盛和夫的为人和能力，也想继续跟他一起做点事儿。这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就商量一起筹备一家新公司。可摆在眼前最大的难题就是钱。创业资本只有300万日元，都是大家东拼西凑凑出来的。为了把公司撑起来，有人甚至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了银行。筹备新公司的日子里，大家常常聚在一起聊得很晚。一天晚上，稻盛和夫感慨地说，世道艰难，就算我们心里想的是对的，也未必事事都能如愿。但我们要有这样的志气，哪怕将来真到了最难的时候，去车站帮人搬行李打零工，也要咬牙撑下去。那天晚上，大家起草了一份誓词，同心协力成就一番贡献社会的事业，立血书为誓。每个人都在上面签了字，按下血印。几个月后，1959年4月1日，京瓷正式成立。可这个创业完全没有想象中那么光鲜。
厂房是租的仓库，来的订单大多还是别人不愿意做或者根本做不成的麻烦活，账上的钱越花越少。稻盛和夫每天一睁眼想的就是下个月怎么发工资，怎么让跟着自己的人还能有饭吃。就在这种处境下，稻盛和夫却对大家说了一句听上去像疯话的话：我们要成为这条街第一的企业，然后成为京都第一，成为日本第一，最后成为世界第一。站在一个破仓库里说要做世界第一的企业，这听起来像疯子。可几十年后，京瓷真的做到了，成长为世界500强。但如果你把时间拨回创业第一天，你会发现京瓷的成功来自于无数个几乎熬不过去的夜晚和日复一日脚踏实地的坚持和努力。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生会面临很多挑战，有些挑战来自于外部的困境，看你能不能在绝境中死磕到底，而有些挑战则是来自于人性的诱惑，看你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能不能守住自己的原则和信念。京瓷做大之后，稻盛和夫手里开始有钱了，这时候真正的诱惑也来了。1980年前后是日本房地产最疯狂的时候，买一块地再转手卖出去，轻轻松松就能赚得盆满钵满。当时很多企业家都从银行大量贷款炒地，也有人劝稻盛和夫，你手上现金这么多，随便买几块地就是一大笔利润，不做太可惜了。可稻盛和夫连眼皮都没动一下，他说了句让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他傻的话：只有靠自己流汗努力赚来的钱才是真正的利润，不劳而获的钱我不稀罕。他不仅拒绝了这条捷径，反而转身挑了一条更难走的路。1984年，他跨界创办了另一家公司第二电电 DDI， 去挑战当时的电信巨头。谁都知道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可稻盛和夫一直觉得日本的通信费用太高了，要打破垄断才能把价格降下来，让普通老百姓受惠。就在别人忙着赚快钱的时候，他却在吃力地啃硬骨头。结果没过几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那些靠炒房维持利润的公司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成片倒下。而稻盛和夫当年创办的第二电电却一步步发展成了日本最重要的通信公司，把让更多普通人用得起通信服务这件事做成了现实。为什么稻盛和夫总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他自己其实给过一个答案，那就是他著名的人生方程式。他说，人生和工作的结果等于思维方式乘以热情乘以能力。注意啊，这不是加法，而是乘法。能力再强，热情再高，如果思维方式是负面的，比如自私、贪婪、怨天尤人，最终的结果就是负面的。有些人明明聪明，也肯努力，可就是走不长远，往往就败在这里。仔细看看就会发现，稻盛和夫每一次面对诱惑，想的从来不是哪条路更容易，而是哪件事更值得去做。前面不管是拒绝炒地，还是后来跨进通信行业去碰硬骨头，他其实都在用这个公式做判断。比起眼前的捷径，他更看重那条通往正确的长远之路。人生从来都不是一条平路。1997年，在连续创立了2家世界500强公司后，65岁的稻盛和夫查出胃癌。
医生把结果告诉他之后，他表现得出奇的平静，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哦，是胃癌啊。”然后起身继续去出差，去见客户。后来稻盛和夫接受了手术，治疗完成后，他又做了一个很多人想不到的决定，他要剃度出家。他脱下笔挺的西装，换上僧衣，开始过起清苦的修行生活。在寺院里，生活很简单，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僧衣草鞋。他和其他僧侣一样，走上街头，挨家挨户托钵化缘。第一次穿草鞋出去，脚很快就被磨破了，血一点点渗出来，可他还是继续走，走了一整天。到了傍晚，他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寺院。夕阳照在长长的路上，这时候，一个在公园做清洁的大婶走到他面前，递给他一枚100日元的硬币，说：“师傅，您一定很累了吧？回去的路上买个面包吃吧。”这句话让稻盛和夫当场落泪了。那一刻，他感受到的是一个陌生人最纯粹的善意。后来，稻盛和夫回忆说，那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瞬间之一。这件事也让他更加明白，当一个人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名，而是真的想帮别人，那种力量会大得惊人。后来稻盛和夫一生都强调一句话：动机至善，私心了无。2010年，这份利他的力量派上了大用场。日本政府打来电话，日本航空负债高达2.3万亿日元，申请了破产保护，3万多名员工眼看就要丢了饭碗。政府问稻盛和夫能不能出手相救，稻盛和夫答应了，而且宣布不领1分钱薪水。他说，接手日航只为3件事：第一，保住3万名日航员工的饭碗；第二，帮日本经济出一点力；第三，不让日本航空行业被垄断，让老百姓都能坐得起飞机。消息一出来，很多人都觉得他疯了。毕竟那年稻盛和夫78岁，一生功成名就，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冒这个险。更何况他根本不懂航空，为什么要去接这个烂摊子？稻盛和夫虽然不懂航空，但他懂人心。他知道日航真正的问题不在财务报表上，在人心里。待在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大家早就看不到希望，也不再相信自己的努力有意义。每天上班都是在熬，光靠管理根本没法改变这种状态。于是，稻盛和夫做了一件看来有点可笑的事：满公司贴标语，厕所里贴，走廊里贴，会议室里贴，写的都是人的强烈信念能带来成功。以高尚纯粹的精神状态工作，一心一意去努力。他深入一线，跟员工谈话，跟中层开会，也跟大家一起吃饭喝酒。他听他们的不安，也讲自己的信念。日航要活下来，不能只靠裁员和重组，真正要改变的是每个人对这份工作的态度。后来他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服务改变了，乘客才会回来，乘客回来，日航才有活路。这个78岁的老人真心实意地对大家说，我爱日航所有的员工，虽然我可能还会说很多不近人情的话，但我真心希望大家幸福。以后的路还很艰难，但我们一起努力，一定可以重振日航。很多人当场流下了眼泪，因为在破产之后，员工最怕的不是辛苦，而是被否定、被放弃。可稻盛和夫没有把他们当成
冷冰冰的成本。它让大家重新感觉到日航还有希望，努力还有意义。稻盛和夫的真诚打破了大家心里那道墙，变化悄悄出现在服务细节里。以前日航的服务并不差，但有点像机械的流程。后来员工开始真正留意乘客的需要。有人写信给日航说，我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培训，但我能感受到大家的真诚和温暖。这种东西培训不出来，只有一个人真正在乎自己的工作，才会自然流露出来。1年后，日航扭亏为盈，创造了60年历史上的最高利润。第2年重新强势上市。一个对航空行业一窍不通的78岁老人，用了不到2年，做成了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的事。靠的不是运气，也不是奇迹，靠的是他一辈子反复验证过的信念。你回头看稻盛和夫这一生，会发现他真正打动人的地方，不是他有多成功，而是他每一次的选择。别人想逃的时候，他选择死磕；别人想赚快钱的时候，他选择守住原则；别人觉得没必要再折腾的时候，78岁的他还是愿意去接一家快破产的公司。稻盛和夫说，人生其实是非常单纯的，以利他之心为基础，在每天的生活中尽可能不断努力。只要这样做，幸福就一定会到来。说到底就是8个字：动机至善，私心了无。然后努力到让老天爷出手相助。如果这个故事对你有启发，就把它分享给那个正在咬牙撑着的人吧。也许他现在最需要听到的就是这句话。我们下期见。